这气氛，不知情的还以为是做丧事。想来我那未来的夫君活不长。可怜了三公子，命短不说，还要娶个村妇。哎，可不是嘛！这婚事办得如此寒碜，要是夫人泉下有知，怕是都不能安生。万福，我知道你不待见我，可既已签了婚书，拜了堂，我就是三公子的妻。新婚夜，总该让我见一见自己的夫君。哼，拜的什么堂？那只鸡能代表我家公子啊？婚书上盖的是顾燕的印，整个顾家都知道我是嫁给了三公子。三公子如今在哪儿？是好是坏，我总要知道。你是他的人，你该知道。若他真的如传言时不久矣，我是他的妻，我活能替他守节，死能与他同穴。就算他真的去了，泉下托梦来，我也能尽力为他完成。如此，我为何不能见一见我的夫君？随我来吧。媒婆说他常年患病，还是瘫子，更不能行夫妻之事。加之府上别人看我总带有几分同情和欲言又止，我断定顾燕一定是身材瘦小、面中凹陷、病态深重的样貌，却不想她竟生得一副好皮囊。三公子今日娶了妻，往后你我祸福相依。若你听得见，就快些行来，咱俩总要见一面不是？以后黄泉之下才不至于相见不相识。去，把新房的合卺酒端来。是。是我的错觉吗？这酒渗透进去了。三公子，咱们礼成了。既已成婚，三公子就再不是孤单一人，夫妻之间没有分房睡的理。三公子病着不便搬动，便让劳烦你去为我找一张能放倒的软椅来，往后我就睡在这里了。夜里有我照看他，你也能睡个好觉。好，好。这是赵夫人，那是李家婶娘。介绍这么多，我也记不住。赵夫人，李婶娘。听闻是关外逃难来的村妇，倒没有想的那般粗鄙，是委屈了三郎一点，瞧也还瞧得过去。找人看过生辰八字，他与三郎命格甚是相配，对三郎的病是有辅益的。顾燕身有残疾，又患时日无多的怪病，冲喜是个由头，自不能委屈了京城里大好的姑娘，这点我是看得明白的。行了，嚼舌根也不小点事。是叫明月吧？行个礼也行，我不懂你们高门大院的破规矩，有礼不就行了？回夫人，妾身姓轩，是叫明月。去把那个锦盒拿来，这是婆媳见面的礼，收着吧。往后在西院要与三公子夫妻和睦，相敬如宾，好生照料，明白了吗？妾身明白。那个硬邦邦躺在床上的人，我就是想跟他吵，他也得能起得来啊。万福告诉过我，三公子的娘亲死于难产，父亲在他10岁时又死于海难，偌大的家业虽被顾夫人把控着，也无非是些身外之物。可怜的是他没个好的身子，每年深冬京城都要传一遍他的死讯，是谣传，但也带着几分不怀好意的揣度。大功告成。少夫人，您行吗？大夫如何说的？大夫说，公子少时伤了根本，又因双亲相继过世，惊举过度，是身病也是心病，只能吊着命，命不长久。既是如此，死马当活马医。少夫人，这个使不得！我这针都扎了3天了，你家公子死了没？那倒没有。那不结了，别愣着，过来帮忙，给我把他的裤子脱了。少夫人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这成何体统？好腿啊！三公子有你这么个小厮，真是他的福气。三公子醒的时候每日都要练习走路，我不过是给他揉捏按摩。少夫人，他们都说你来自关外的乡下，难不成你还学过医术？我爹爹可能是个大夫，这医书是他留给我的。这么说，您不但没学过，你甚至还不确定啊！少夫人，疼！哎呀，没拿稳，不好意思啊。三公子没去过关外吧？
你这么金贵，想来也不可能去那种穷苦蛮荒的地方。那地方是真冷，看不见高山湖泊，一年里风雪天能有8、9个月。我那时候常想，要是能去个四季如春的地方就好了，再也看不见冬雪，漫山遍野全是繁花。三公子的腿还有救，脉象也越发有力。你可要快点好起来啊！别让我被西院外面那些人欺负了。他这是动了，还是没醒啊？愣着干什么？帮我扶一把。少夫人，您这简直是行刑啊！公子病着，咱们这样是不是太亏待他了？不灌药不补肉，他哪来的力气活命？少夫人，您瞧，公子脸色真的好多了。少夫人无师自通，简直就是咱们西院的在世华佗啊！少拍马屁，去账房把这个月的利银支了，得再买点好药。是。银子呢？账房胡先生说没钱了，打发我回来。这分明是见三少爷支棱不起来，故意刁难。走，带路，找账房说理去。又使我被神母罚跪在雪里晕倒后被猫抓咬过，此后我最怕猫了，可千万别出现。好啊，大胆万福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敢与少夫人抱在一起，成何体统？呀，三公子虽然是不行了，可毕竟名分还在呢。少夫人竟和三公子的小厮这般不避讳，大白天就拉拉扯扯。西院真是难看，娶她进来是为了照顾三公子的，怎的好意思做出这等不知廉耻之事？混账！少夫人岂是你们能玷污的？玷污？我可是亲眼瞧见的，还要什么玷污？走，跟我去夫人面前分说。夫人，您可要听听这桩丑事。我刚才在后院过道，亲眼看见少夫人与这万福搂抱在一起，那叫一个亲热。冲喜的嫂嫂竟这般沉不住心。赵婶娘，说话要讲良心，是因为忽然跑出许多猫来，我家少夫人怕的摔倒了，我去扶她，如何变成我与少夫人搂抱？我是下人，你侮辱我不要紧，怎敢侮辱我家主子？那么多双眼睛看着的，我还能污蔑你们不成？三郎家的，不是我说，三郎如今这状况我们都心知肚明，你还年轻，这奴才也是血气方刚的年纪。西院门关着，你们要如何？我们这些做长辈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怎敢在西院外也如此胆大？三郎可还在？多少双眼睛看着，除了赵婶子，都有谁看见了？你说，你刚才看见什么了？奴婢也瞧见了，万福与少夫人的确抱在一起了。请夫人做主，莫放过无辜，更莫坏了三公子与妾身的名声。你说你有证据，便是你与你这丫鬟，我都瞧见了呀！我的眼睛不算证据吗？偷食的人还会自己承认吗？是不是的？将这奴起来打一顿，不就问出来了？来啊，把这奴才给我绑了！不能动我西院的人。明月，这个家我才是主人。母亲，三嫂方才也解释了，今日天冷，她本要去账房支取利银，是忽然窜出来的猫吓坏了她。万福向来忠心护主，怎可凭赵婶娘一人之言就断定此等荒唐事？比起这荒唐事，孩儿觉得母亲更应当过问过问，为何堂堂西院竟周取不到利银？怎么回事？夫人，西院这月已经是第2次周取利银，咱们的少夫人未免太阔绰了些。三公子今日胃口好，我扶着哄着能多喝几口汤，回来为卖他无。三郎要吃好一点，像厨房药便是，哪需你自己亲自采买？没规矩，念在你没受过什么教育，又来自关外，我就不罚你了。但咱们顾府的规矩，你要好生学学。薛明月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换了三郎的药，还自作主张为三郎扎针。我懂些医术，不过是想为三公子。你懂医术？你还比得过宫里的太医？三郎多珍贵，谁许你擅作主张？三郎若有个好歹，岂不是坐实了我这继母害他的罪名？你实在是荒唐！张妈，请家访。母亲，三哥多年不见，三嫂爱抚心切，理应请大夫，而不是打人。四郎，莫为这粗鄙妇人求情，我今日非要教训这目无法道的心腹！他竟然敢躲家法！拦住这女妇！住手！
手！三公子，三郎醒了，三公子好了。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薛明月，方才在远处我听到一些动静。夫人，几位婶娘，这是趁我病着，在欺负我新过门的妻子。不，咱们哪敢呢？就是有些误会罢了。既是误会，我出去有许多话要与明月说，便告辞了。去吧，好生歇着。快泡泡手。万福，火盆再挪近些。我好似做了一场梦，梦醒来后突然有了妻子。那个，我是被沈娘20两卖给王婆的，王婆可怜我，又多给了5两。我是个粗鄙村妇，拜堂的时候你是只大公鸡。三公子，你若后悔，还来得及。你若后悔，可是来不及了。三公子，什么意思？如此好的姑娘，本该是无价宝，不知哪个不长眼的将你卖来卖去，索性卖给了顾母。否则我到哪儿去找这么好的妻？你怎么这种眼神？难道你婚礼时我说的那些混话，你全听见了？夫人的话不敢不听。那个，我去看看药。打疼了吧？我瞧瞧。还是不了吧。只兴你把我脱光了把玩，还不许为夫看一看。三公子，你饿吗？要不吃点东西？好。外面刚才怎么哭天喊地的？没什么，收拾了2个吃我西院饭却做他人园中狗的奴才。少夫人，公子醒了，没人敢欺负咱们了。行了，万福你先退下。顾燕，该扎针了。有感觉吗？有。当真有？当真有。这是什么？胎记，我随我娘姓，叫薛明月。好看。明月，你受苦了。我身有残疾，江氏他们如此为难，你为何不走？江氏倒是没怎么为难我，赵氏那帮人不给钱还诬陷我和万福，确实不对，但我还能忍。你这腿还有救，真的，别总说残疾不残疾的。傻，25两银子就把你这大好年华卖中深宅大院了？我没爹没娘，在关外投靠神母，挥了口饭什么活都干，手指头冻得像萝卜。说是这样也就罢了，沈能家的表哥想欺负我，被我一榔头砸晕，神母横竖也会卖了我，若不然就要报官。我当时便想，与其被卖给关外的猎人屠户，不若冒险到京城一遭。前路是好是坏谁也不知道，但路总是人走的，我不会轻易认输。事实上，我走对了，不是吗？我希望你是走对了，若我能再站起来，一定做你最高最大的靠山。少夫人，你且等着，公子自有分寸。好。虽是赵氏所为，但那赵氏素来与你一个鼻孔出气。若那日不是我恰好醒来，你们要把明月为难成什么样子？那把戒指就算打在我与顾瞻身上，都要疼上几日。夫人对着一个女子也下得去这般狠手。若不是他害你，我怎会动家法？你说他害我，我可是死了。夫人宫中是那样多御医，也不见得医好了我。三郎，明月可是我为你娶来的，你一病不起，大夫来了都摇头。有人说冲喜好，我便立即着人去寻，你才与你的心腹认识几日，竟为了他这般质问母亲。顾燕的母亲早就死了，死在你进门前。明月怎么来的，夫人比我更清楚。若我今日不醒来，30两银子便可毁了一个女子的一生。除了夫人自身与顾昭，在夫人眼里，谁都是草芥。谁说是30两？顾家分明拿了100两，多少两也不能买一个女子。夫人骂明月荒唐，夫人更荒唐。三哥，身子好些了吗？昨日多谢四公子解围。乡野村妇没教养，把夫人都气着了，你竟还帮她。易安，若我没记错，何姑娘亦是来自巴蜀。于京中来说，巴蜀与关外实则无差，一个苦寒，一个山高，怎的在京城寄人篱下几年，自己抬高了身价？三哥，你既喊我一声三哥，明月便是你正经的三嫂。以后那些难听的话再敢露出一句，我便请你出顾家，到时候顾哲也保不了你。万福，走。
顾昭好看吗？好看呀。啊，没三公子好看，三公子顶好看，最好看。三公子，我们是来请罪的。三公子，他们在这念叨半天了，既然认了错，要不就让他们回去吧。西湖龙井，你尝尝。胡先生算术一向真好，你算算，这1两茶叶值多少银钱？按西院的例银，我与少夫人一月能喝几杯？三公子饶命，是胡某一时糊涂，冒犯了少夫人，念在我跟了老爷10几年的份上。你还知道跟了我爹10几年，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，是不是都盼着我死呢？沈娘，我小叔死得早，你未给顾家留后，是我娘亲念你可怜收留了你，否则祖母当日早就将你遣回娘家。你忘了祖母和我娘亲对你有恩也罢，江氏一来，你像条哈巴狗围在她左右也罢，趁我病中欺负我西院的人，刁难我的心血，你可还知道人字怎写？三公子，我在沈人家不受待见惯了，被左邻右舍欺负也是常有的事，从不奢望哪家会来向我赔礼，因此我并不觉得自己受了多大委屈。三公子这般为了我心里是明白的。月儿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受欺负，你放心。从前府里这些烂事我懒得管，是因为没人在乎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你来了，我有了想要保护的人。为了你，也会把我的威信立起来。万一哪天我又病倒了，不致让他们再欺负你，我才放心。三公子，赶紧喝药，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我不行三，我娘怀我的时候，算命的便说我爹命格硬，克男丁，至少要到第3子才能定根。我生下来后，祖母担忧，供了许多香火，梦中得菩萨指引，说顾家老大老二已舍给菩萨了，所以他们才换我三郎。祖母这招多少管用，我辛辛苦苦好歹是活到了25。啊，原来你是大郎啊！真不怕我这翻书现学的医术害了你？给你害，我心甘情愿。三公子，你先放开！刚才从夫人房里出来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回来的路上也不牵我。我在想事。想什么？想那100两银子的事。我没说谎，沈娘只给了媒婆30两。我也知道，我这种穷乡僻壤出来的，没教养没学识，哪里值得起100两？胡扯！月儿，一个人的价值不能用银钱丈量。我生气是因为他们像买卖牲口一样买了你，可我又庆幸他们买了你。我听不明白。不懂也没关系，你只要记住，你很贵就是了。那我值1万两。不止不是。少夫人，胡先生把账算清楚了，宽欠的几10两银子全送回来了。夫人刚送了些珠宝绸缎过来，你挑几样喜欢的。不要。那我让制衣服的裁缝明天来给你量体，多做几身新衣裳，这总行了吧？不用，我整天在西院里摆弄药材，满身都是灰，穿锦缎那是糟蹋。这些家产都是姓顾的，不是姓江的。你作为顾家长媳，拿你应得的，天经地义。药我留下了，剩下的珠宝你拿走。夫人待你不好，她的东西我不要。你怎么知道她待我不好？她可是口口声声说为了给我冲喜才娶了你进门的。她是怕你死不透。我之前就怀疑，现在总算查出来了。夫人给你的药方全是理气安神的，正常人喝了没事，可你这种常年卧病的人，喝多了只会延误病情，让你永远醒不过来。原来如此，我算是他如意算盘里唯一的漏子。若是再晚来几天，你怕是真要睡死在床上了。江氏大概怎么也没想到，他从关外随便买来一个女子，竟然能治好我的命。其实投缘是真的，治好还没完全做到呢。月儿，我等你好久了。你那样聪明的人，不会不知道夫人既怕你死，又怕你不死。高门大户的恩怨纠葛我不懂，我只知道命是自己的。告诉我，为何？月儿，少装可怜，你现在跟我装也没用，我不吃这套。你自己说说，从前是怎么糟践这身子的？能不能说动我原谅你这自虐的罪过，全看你待会儿怎么交代了。乌头，你听说过吗？我中的是提炼过的乌头之毒，大概在我7岁那年，忽然就这么病倒了。乌头我听过，爹爹留给我的明心札记最末一页写过，乌头辛苦热，有大毒，中此毒者多死，次则大伤，即便救活了，也会麻痹四肢，毁掉神智。你才25岁，7岁起就受这种苦楚，是谁下的手？是不是那个？月儿莫哭，
你这一掉金豆子，我这疼得比中毒还厉害。幸亏那时候宫里有个老太医使出了病咒，用放血的法子才保住我一口气。可这腿大概是天意，或者是那毒散的不干净。从那之后我就再没站起来过。这些噩梦太脏，我本不想让你知道。我只想我的玉儿每天开开心心的，别为这些旧事费神。这府中以前除了万福，没有一个我的亲人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你受了这么多苦，还要防着那帮如狼似虎的人。你是男人，站不起来，连身为男子的底气都难以维持，心里的苦肯定没人能说。沈娘以前骂叔叔时说过，男人那东西是害人的洪水猛兽。怀生既然不行，倒也省了那些折磨。我不嫌你，怀生你信我，往后你有我了，我一定能让你重新站起来。咱别灰心，好吗？玉儿，你刚才唤我什么？叫三公子太远了，叫三郎总觉得别扭。怀生，我可以这么叫你吗？公子，南边快马加鞭送来的桃子到了。这冰天雪地的，亏你能弄来。吃慢点，你看你满手毛，活脱脱一个小猴子。哎，这不是回廊内珠，你把它弄进来了？听万福说你爱看，月儿，你为什么偏偏喜欢这梅花？我娘生前说过，京城的梅花最坚强。当年沈木罚我跪在雪里，我快冻死的时候，梦里全是这红颜色。怀生，你是有大才学的人，快教我几句梅花的事，省得以后被人笑话。陈老窘脱是非常，仅把绳头做一场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？好听。月儿，和大公鸡拜堂实在委屈了你，等我会重新给你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。好啦，睡吧，我不怪你。母亲请三哥三嫂去吃团圆宴。好，替我回了夫人，我们准时去。我不高兴。顾怀仙，你再闹，这晚要我给你加3倍的黄连。呀，你干什么？顾州再那么看你，我真的会挖了他的眼睛。瞧你这小心眼的劲儿，我一天都围着你打转，眼里还能有旁人不成？你没有，他有。爱吃醋便慢慢吃吧，一会儿给你煮盘饺子蘸着吃。不许再对顾昭笑，听见没？我本就不喜欢他，他爱看你，我实在恨他。好，不笑，不对他笑，只对你一人笑。叫声相公听听。相公，好相公，今儿可是除夕，你就答应我陪我一同去参加除夕宴吗？西院清静，除夕宴上人多眼杂，你身子弱，去那处凑什么热闹？有相公在，谁敢招惹我？你就陪我去嘛，去嘛，去嘛，去嘛！真拿你没办法，依你便是。少夫人，您戴上这套头面可真贵气，好看极了。这套头面是前些日子顾夫人特意送来的，今儿个除夕宴，戴上它也算是给救了顾夫人面子。怀生，瞧，这是你叫人为我新做的衣裳，合身吗？好看。听闻三郎身子大有好转，如今瞧来倒真是容光焕发，亏得明月照顾。你是顾家的大功臣，老爷泉下有知，夫人也算没负所托。听说三嫂是寄养在关外屠夫家的，没读过书，竟不知是怎么天赋异禀，习得医术的，还能给三哥扎针，实在稀奇。稀奇的事多了，依安妹妹来京城这么多年，若凡事都觉得稀奇，那倒不是别人的问题，是自己见识浅。你三嫂专治疑难杂症，你总是话里有话，也算是病。要不要让她给你扎几针？针我随身带了，除了妹妹，谁想扎都行。今天我不收银子。
明月，你是随母亲姓吗？回夫人，是。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你连夜拿着这信入宫，亲自呈给太后娘娘。夫人，这是去告诉太后，那个冲喜的村妇薛明月，她随母姓薛，当年那个太医明谦的妻子就是姓薛。还好我提前送去那套头面，沾了那东西绝无生机。也别怪我心狠，是你自己倒霉，竟然让他醒来了。公子，圣上派人送来的密信。怀生，朕亦中了与你相同的印记，有人耐不住了，欲动朝堂。朕需要你帮朕，爹当是为了你那妻子的安稳。这场10多年的阴谋也该结束。这是西院财库钥匙，还有这封和离书。什么意思？月儿别生气，世事无常。若哪天我真的病倒了，你拿着钱和信离开顾家，能保一生无忧。你说过要做我的靠山，现在却给我和离书。我是怕有天我保不住你。不会有那天，若真有，我会随你去，化作厉鬼也缠着你。月儿，公子，少夫人，快出来看烟花！除夕夜过后，他和我生分了。我猜想，肯定是因为我没把他当男人，这错在我，我得哄哄他。相公，亲亲。外面冷，快进来。你来抱我。再抱，我可真要受不了了。三郎今日怎么这般好看，像蒙了雾的仙，抓不住似的。相公，我头疼，浑身都疼，快告诉我，我到底生了什么病？月儿，相公，我想喝水。好，相公给你倒。月儿，万福，来人，救命啊！月儿，顾三，我叫了你那么多次，你为什么不应我？少夫人，是四公子送来了药，才救回了您的命。我应了，你喊怀生，我应了1000万遍。月儿，你快折磨死我了，你再不行，我也不活了。你能走路了？你莫管他，他没有你重要。你若有个好歹，莫说腿，这条命我也赔给你。月儿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你就在我面前，你好端端在我面前忽然倒了，你吐了那么多血，你想把我扔下再也不管了，你怎能这样？我好了，没事了。少夫人，您可算大好了。您昏迷那阵子，公子真的是急疯了。那些日子，府里出什么事了？太医都让背后事了，说您中的是落回。公子听了直接翻了脸，他断定是府里有人害您，扬言要是您死了，要全顾家的人陪葬。全家陪葬？可不是吗？现在全家上下见了公子就像见了鬼，他能走路后站起来比门框还高，看谁都满眼戾气。大家都私下里叫公子索命阎王。四公子顾真送了解药来，公子也没给个好脸色，只是疯了一样查那天除夕宴的下人。你老盯着我干什么？我脸上有刺。怕你随时会不见。要去哪儿？我来。我就拿个瓶子。怀仙，我只是虚弱，不是残废。
在我眼里，你现在就是个瓷娃娃，吹不得风，站不得地。顾城带回来的解药很管用，我真的没事了。倒是你，那落回的毒性能伤人根本，那害我的人多半是想让你再次倒下。结果我活了，还能走路，想必他们现在正躲在院子里发抖呢。这簪子真好看。夫人好眼光，这是今年新出的花样子。月儿，你戴梅花最衬你。害明月中毒的是那套头面。相公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没事，走，回家。表小姐，我家少夫人正病着呢，要是吵到了她休息，被我家公子知道了，你可想过后果？官府，四郎不在家，三哥现在要杀人啊！我家公子只杀该杀的人，你在这儿好也救不了命，无需惊动少夫人。万福，住口！少夫人，您怎么醒了？说的什么混账话！公子的名声和前程，难道不比谁的命都重要？你要让他背上弑杀的名头吗？快，带路！三公子这回是真的疯了！嘘，别说话，命还要不要了？就是少夫人到。月儿，夜里凉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大动静，我怎么睡得着？怀昭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明月，你快救救婶娘！你家三郎得了失心疯，他要杀了我呀！我是如何解释他都不听。我这辈子为了顾家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我要是有个一儿半，他怎么敢这么糟蹋我？月儿，这里安子，你先回去，这些事我来处理。赵氏，你先莫要哭。三郎，你瞧瞧，赵氏虽然没个孩子，但我终究为顾家生了顾瞻。如今四郎不在家，你便能这般样子冤枉拿捏他的母亲吗？我操持顾家多年，自问没有半点差池，不论我如何待你好，也无不热你的心。你真的让我好生难过。我仍是那句话，除夕前送到西院的头面都经了谁的手？又是谁趁乱拿走？那位月儿梳妆的丫鬟现在又在何处？若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今日就要拿人。簪子，原来他今天看到梅花簪变色，是因为那套头面，那是我唯一接触过的西院之外的东西。头面是夫人的名义送的，赵婶娘负责挑选采买，张妈亲自端来。月儿不爱慕虚荣，也就戴过那一次，把毒下在首饰上，的确很高明。不给我解释，我便默认你们三个都脱不开干系。三郎，你口口声声说我害明月，可有证据？证据？这府里除了西院，所有人都是夫人的阵营，证据早就被毁了吧？既然没有证据，你凭什么在这里发疯？我乃已故九王爷的嫡女，闵荣郡主，顾州才是嫡子。你父亲懦弱，没有我扶持，顾家哪有今日？我乃顾氏嫡子，父母过世后，理应由我掌管顾家。往日我病重，由夫人操持，我无话说。但我现在大病痊愈，顾家的事权理应由顾家儿郎掌管。我是顾家主人，月儿就是顾家主母，做主子的难道还不能处置一个吃里扒外的外姓人和一个下人？三郎，你赵氏，你常年与账房胡少安勾连私通，贪污钱财，辱没门风，按家法应当罚没司库，逐出顾家，叫官府发落。张妈，这些年顾家无辜失踪的下人去了何处？你若不说，就到大牢里去说。你这是要反了天了！没有我扶持，顾家哪有今日？没有你，顾家哪有今日？我爹的确是情种，但他到死都只爱我娘一人。若不是你闵荣公主看中我爹，硬要嫁进来，我娘和妹妹怎会死？我又怎会贪？真相是什么？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你为了郡主的名声，明明恨透了我，却还要装慈母。你害了我，也害了顾昭。你除了得到一个顾家的空架子，还得到了什么？深宅大院无恩无情的生活好过吗？赵氏与张妈由你发落，满意了吗？不满意。
还不够。月儿累了，我们走。我本不想月儿看到我难看的一面，吓着了吧？怀潇，你受苦了。我受苦不要紧，如今与我一同受苦的却是你。我们搬走吧，这里住的不开心。好，其实你中毒那段时日，我就生了搬走的念头，本想等你痊愈后再提，不想让你劳顿。怀生，怀生，我想与你有个孩子。不行，你身子还没好，而且我们可以不要孩子的。我娘就是生我妹妹的时候遭遇不测，我怕极了。那好吧。顾燕，醒醒！乌头之毒没有真正解药，落回毒发的症状又和乌头相似。如果是同一个人下的毒，那落回的解药里一定有能解乌头的关键。四郎，谢你那日的解药。我只知道，若三姨有个好歹，三哥是真的活不下去。我与怀疑是命定的缘分，他离了我不行，我离了他也如是。你比我更清楚你三哥经受了什么，所以从前他性子乖僻孤张也是情有可原，望你能理解他。三哥，他救过我。我3岁时，父亲曾险些掐死我，是三哥拦着的。到底顾家当年发生了什么？这是现如今落回所有的解药，我猜三嫂能用得上。这药到底从哪儿弄来的？总之，替怀生谢谢你了。明月，我真羡慕三哥。少夫人，这药里有毒，你不能再亲口试了。不是怎么知道药性？落回和乌头毒性相似，顾空带来的解药里一定有能解怀生宿疾的关键。去换服，把这碗喂给公子。月儿，你天天往这水里加这么多苦药材，我怀疑你是想煮了我吃。胡说什么？这是为了让你发汗拔毒。月儿，你做甚？还能做甚？怀真，我也想要个孩子。月儿，我娘死于难产，你身子刚受过毒害，我怕再等等好吗？生死有命，你怕个屁！月儿，再等等，怀孩子辛苦，我必须要在你身边寸步不离，现在不是好的时机。等我为你铺好这世间最安稳的路，再迎我们的孩子，好不好？万福，我调制的备用解药呢？怎么全不见了？顾家夫人，请跟我走一趟。顾大人知道此事。怀昭的玉佩出大事了。顾家夫人，请吧。顾家夫人，别拜了，请您速为圣上施针。圣上这是？圣上与顾家公子得的是同一种病。同一种病，难道也是乌头之毒？这脉象，之前已经用过解药了。是，怪不得我柜子里那几瓶失踪的药不见了，原来怀昭是在给圣上治病。顾家夫人，今夜你就宿在偏殿，若圣上随时醒来，你要及时看诊。公公，我能否给家父报个信？他若回家见不到我，定会发疯的。夫人，请放心，你到宫里来，顾家公子是知道的。我家相公他人呢？他在哪儿？这便是奴才不可告诉的了。圣上醒了，圣上醒了！顾家夫人，你很像我的一个故人。大人认错了吧？
民女不过是一介村妇。薛姑娘，太后请您过去。本宫见过你的师君，顾氏长子顾燕在京中小有名气。他自小聪慧，3岁能识千字，5岁熟读4书5经，到7岁时已经能用木剑与宫中武士切磋较量而不落下风。民女只知道他是个苦命人。哼，顾燕像他的父亲，他父亲顾准从前是京城有名的世家公子，年少的闵荣郡主对他父亲一见倾心，不顾顾准已经娶妻生子，也执意求嫁。当年顾夫人不幸离世，正是因为闵荣郡主针对顾燕，顾夫人受惊过度早产，母子皆未能保全。皇上所中之毒与当年顾燕所之毒乃是同一种，你精通医术，不会不知道吧？皇上中毒的时候也不过6岁，那碗粥是我亲手端给他的。我看着他喝了一口后，我又后悔了。我抬手打翻了那碗粥，所以他的症状才不像顾燕那样重，保住了他。太后，民女什么都不知道。没人敢说皇上中了毒，可当时宫里有一个太医，他发现了顾燕中的是乌头，还发现年幼的皇上症状与顾燕如出一辙，是派巡抚要为皇上施治。那个人叫明谦。你说你叫什么名字？民女姓薛，名明月。哼，薛明月，你随母姓。你相信命运吗？本宫好像有些信了。当年明太医因为发现了这个秘密，又不肯做个聪明人，才会落到家破人亡的下场。顾燕的父亲顾准也是因为此才要奋起反抗，他带着顾燕被迫远走，海上遭遇风暴，顾准下落不明，姑且当他不在世了吧。但顾燕必须回到顾家，他是这场阴谋的亲历者，有人不要他死，也不要他好好的活。听说明谦唯一的女儿冻死在了那场百年不遇的大雪里，可10几年后，一个叫薛明月的姑娘竟然嫁进了顾府，解了顾燕和皇上身上的乌头之毒。明月，深宫中的日子不好过呀。多谢太后娘娘为民女解开身世迷惑。明月，本宫是真的过够了。救不息了！我上进正殿了，别救了！太后这是要疯啊！再不跑就没命了！顾燕，狗顾燕，你在哪儿啊？这一幕我见过。明月，别睡，万山关太冷了，咱们得找到避寒的地方。抓到你了！顾燕，让你的人统统住手！范平，风身，你敢伤他一根汗毛，我不但会将你大卸8块，还会让你的妻儿统统死无葬身之地！成王败寇，你以为这时候我还顾得上妻儿？顾燕，本王拉你最爱的妻子一同下地狱，让你余生都不得好过！你敢！你！狗顾燕，瞒着我做下这等惊天动地的事，看我以后如何罚你！三哥，三嫂不过是擦伤了一点皮肉，至于哭得这么伤心吗？你懂个屁！你又没媳妇儿！
那夜之后，我就再没见过怀少。他被扣在宫里，到底是商谈国事还是……三嫂放心，三哥与圣上年少相识，又曾同病相怜，圣上留他在宫里，不过是忆往昔，顺便商议治国之客。那夫人，敏荣郡主呢？圣上念在我的情分上，不再深究他参与谋反的事，只是免了死罪，罚他余生在感业寺持斋念佛。太后娘娘真的轰了吗？那场火是金蝉脱壳，圣上对外宣称轰了，实则也还了他自由身。太后并非圣上生母，当年也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其实，当年是风珠雨逼迫太后对圣施毒，太后最终心软，打翻了有毒的粥，圣上才没落得像三哥那样重。圣上兼征事时，朝政被丰收和翼王把持，直到最近圣上身子好转，丰收察觉事权回落，才决定铤而走险。四郎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当日让我进宫为皇上施针，其实那只是你们演的一出戏，对吗？算是吧。皇上服过你调配的解药已经大有好转，他晕倒的确是假，是为了惹何郡王疑心，狗急跳墙。我与三哥好将叛党一举歼灭。不过你医术精湛，药到病除，却也帮皇上根治了无头鱼毒。四郎，你忠厚老实，怎好与你三哥一起算计我呢？三嫂，当时我们也没有更好的法子，谁都不知道和郡王有些什么底牌。三哥担忧你的安危，骗你进宫也是为了保护你。保护我？那太后把我叫去的时候，她在哪儿？你们的安全，就是让我差点死在长乐宫的大火里。那属实不在计划内。皇上原本承诺过，你施针后就把你留在御前亲自看守，可谁也没想到太后会突然插手。还好，太后娘娘终究是没害你。怀生那厮是个最见不得我受委屈的，说是他知道皇上食言，临时改了计划让我身处险境，以他的脾气。四郎，怀生呢？宫变都结束这么久，他为何还不回来？三哥他在和圣上商谈国事，忆往昔。撒谎！他那样的人有什么活能谈这么久？你不带我去，我就自己闯宫。我虽然没读过书，但也知道不能让相公在里头受苦。爸，走吧，三嫂，我带你去。民女薛氏叩见圣上。薛氏，朕也没忘嘉赏你，金银财宝流水似的送进顾府。怎么，瞧你这脸色，是不满意？民女叩谢圣上隆恩，但圣上既说要赏，民女斗胆问一句：这封赏若不问问当事者想要什么，还算赏吗？民女学识浅薄，不懂什么大道理，想要的不过是一份安稳的生活。圣上勤胄爱民，在您的治下，民女原本已经得到这样的幸福，可眼下这幸福却突然没了。哦，朕倒是好奇，在这歌舞升平的大好山河里，你那份幸福怎么就没了？他若真要怪罪罚我之前，我哪怕在这金銮殿上满地撒泼打滚，也得闹到他把怀生放出来为止。皇上您心里清楚，我家相公从宫变那天起就没回过家，我与他见最后一面时，他身上还带着伤呢。您现在一直扣着我的相公不让他回家，民女孤身一人守着空房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民女哪还有半点幸福可言？民女自幼孤苦，漂泊半生，也就遇到我的相公后，才过上了几天安稳日子。他敬我爱我，让我在京城安身立命。民女胸无大志，唯一的愿望就是给他生2个孩子，同他一起白头到老。求皇上圣恩，放他回家吧。放他回家？薛氏，你这话可说错了。朕哪有扣着他，是他自己不愿回来。顾燕现在是朕的大功臣，前途一片光明灿烂。朕要重用他，更要提携他。你可知，如今京中多少权臣官员想与顾家结亲？就连朕也想。我家四弟顾昭也还年轻有为，尚未定亲。皇上若要结亲，顾州还嫩了点，不像顾燕那样尝过人间百味，懂得疼人。朕的淑华公主刚满15，自见过顾燕后便魂牵梦绕。朕听说你进顾家时，顾燕尚在昏迷，你是与一只公鸡拜的堂，那这亲事可不算正事。若你愿意，等顾燕与公主成亲后，抬你进门做个妾室如何？不可！为何不可？
我与顾燕签过婚书，喝过和平酒，他亲口承认我是他的妻子，圣上金口玉言，难道要说这婚书不算数吗？可朕怎么听说顾燕给过你一封和离书？皇上听谁说的？若不是顾燕亲口所言，将此信呈给朕，朕又怎会知道？薛氏，皇权之下，哪有真心？接旨吧。皇上，顾燕是非娶淑华公主不可吗？是的，朕必须让她娶，若不娶，便是欺君，是要杀头的。好。哦，薛氏，那你当如何？既然圣上心意已决，那民女便从此四海为家，不再踏入京城半步。顾燕往后是娶妻还是纳妾，皆与民女无关。但请皇上不要为难顾燕，民女与他心意相通，另娶他人绝不会是他的本意。他那个人性子急，等下若是折腾一番，闹出什么乱子，还请皇上与淑华公主多包涵。哦，这就是你的决定？滚开！别挡着我！顾大人，不可啊！圣上还没发话，您现在不能进去。听，他来闹了。什么东西也敢拦爷爷的道？玄玉，皇帝，你怎么又出尔反尔？说好了只是闲话家常，你怎么不按计划来？薛氏，朕可没骗你，朕只说要把婚书给你，可没说怎么个给法。再说了，淑华公主的确心仪顾青，朕可没半句胡言。你这老……哈哈哈哈！行了，朕不打扰你们小两口叙旧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月儿，疼！活该！编排我是吧？欺瞒我好玩是吧？你爱娶谁娶谁去。那淑华公主正好心仪你，上你的驸马去吧，我不奉陪了。我的好月儿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来娶你的。你瞧瞧我身上穿的是什么？你看这上头写的到底是什么？你打开看看。两姓联姻，一堂缔约，良缘永结，匹配同称，同心同志，一世一家。顾氏怀生愿与明月结发为夫妻，共蒙白首之誓，永结鸾妇。月儿，你瞧，这还有那傻皇帝的私印，天子证婚，这天底下还有比这更真的心吗？你顾昭，还有那个狗皇帝，你们三个大男人联起手来编排我一个弱女子。月儿，我哪儿敢？我是不满那皇帝食言，让你落入太后手中受惊，又差点被封身所伤。我为了这事，在宫里跟他比酒论理，喝了3天3夜。我把咱俩这一路走来的事儿都跟他说了，他才答应证婚。只是为了把你先骗出家门，顾昭才有意拖着你。我本想给你个惊喜，谁知道那傻皇帝临时加戏，非要看你伤心的样子，害得你掉眼泪。骗我出家门做甚？走，同我回家，你便知晓了。放我下来！你合起伙来耍我是吧？我不回去了。回哪儿去？你可是皇上亲笔封的尚书令夫人，四海为家也得带着我。你这脸皮是建功立业的时候顺便磨厚的吗？快放手！再闹
就真赶不上好时辰了。恭迎公子，恭迎少夫人。那皇上怎么真在？少夫人，快随我们去梳妆。去吧，我等着你。这得多少银子？少奶奶别操心银子了，公子说您是他这辈子最贵的宝贝。新人入堂。不久前我还在西院抱着大公鸡拜堂，自己喝那2杯合卺酒。月儿，这一次是真的。顾爱卿，这可是朕亲口证婚，你若敢待他不好，朕可要降罪。这是喜糖，不是给你的。三嫂，是给另一个人。我想他一定很想看到这天，想吃上你们兄弟和睦的喜糖。月儿，有个事我要向你道歉，这是江氏在感业寺写的悔过书。四郎求了我，我到底是心软了。他认下了当年对你下毒，也认了当年害我母亲的事。看在四郎面上，我可以不追究他对我下毒，但我不能替你原谅他那些年的折磨。我不原谅。我也一样，皇上罚他在那儿一辈子，也算是全了皇家颜面。四郎呢？好几日没见他了。他求圣上调任，去北疆固守，手都交在这儿，他无法面对他母亲犯下的错。北疆那儿很冷吧？顾四郎的心结，怕是要在北疆艰苦漫长的岁月中，才能慢慢解开了。顾夫人真是好福气，尚书令大人出巡都要带着您，片刻都舍不得分开。大人是怕我贪玩。华山在想什么？月儿，京城刚送来的密信，江氏在感业寺被害了。被害了？在佛门净地，谁下的手？是何玉安，他杀了江氏，随后自刎谢罪了。叶安表妹，她往日里在夫人面前那般低眉顺眼，或许是为了赵婶娘吧，在那吃人的顾府，赵氏大概是唯一给过她温暖的人。我只担心顾征，他在北疆孤苦伶仃，听到生母与表妹同归于尽的消息，该如何自处？因果循环，终究是断。当日顾言要为了我拿人，他来求我时，我以为他是为了顾夫人，现如今想来，莫不是为了赵婶娘？月，好了没？你堂堂太医院院判，整个卖药这么久。恭喜大人，夫人这不是病，是有喜了。月儿，你听见了吗？我要当爹了！我要去告诉皇上，我要当爹了！竟不知朝堂上雷厉风行的顾大人，还有这样一面。顾夫人，有些事顾大人没告诉你，他前几日递了折子，圣上已下旨为令尊明谦大人昭雪，明家的一世清白保住。还收他，竟一直记着。圣上还问明家是否还有后，想重用。徐大人，明月求的从来不是功名，而是一份安稳，不争才是真正的争。怀深，你老实交代，你爱的是薛明月，还是那个明家后人？当初看中我，是不是因为我手腕上的月牙？万福，把搓衣板拿进来，你家夫人又不安生了。生了，是个小公子。月儿，受苦了，咱就要这一个，以后再也不生了，太吓人了。舒坦的是你，得儿子的也是你，倒像是我霸占了你似的。为夫只想要霸占的过程，不想要这担惊受怕的结果。
明月，我们孩子的名字就定了，叫顾寒堂。赏罚分明，以断表哥双腿，了断养育之恩。四王一向儒雅，你怎么让他去做这种血腥事？儒雅，他现在可是令北狄闻风丧胆的铁血大将军，断他2条腿是便宜他了。我本想断他第3条。小叔，乖，叫小叔。三哥、三嫂，我带了个人来见你们。爹，